一架米17威武直升机坠毁，印军的好战狠人拉瓦特死亡。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印度媒体报道，一架印度军方的米17威武军用直升机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坠毁。印度军队职务最高的官员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及其家人，还有数名印度陆军高官及工作人员遇难。画面显示，该机摔在山林之中，飞机燃起了熊熊大火。这起严重的飞行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了13人，其中就包括拉瓦特。而作为印军的最高将领，拉瓦特曾多次发表对中国的好战言论。2016年12月，此人出任印度陆军参谋长。自此之后，印军加大了在边境地区对中国的挑衅活动。2017年，印军进入洞朗地区，企图阻止中国的施工，中印双方的边防部队爆发了对峙事件。2018年，拉瓦特在记者会上再次大放厥词，声称印军已经为新的紧张局势做好了战斗准备。2020年1月1日，比平拉瓦特正式就任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今年的11月13日，也就是事故发生前1个月，拉瓦特还放狂言称，说目前印度的头号敌人是中国，而不是巴基斯坦。显然，从他担任印度陆军参谋长开始，他就始终把中国作为他主要的对手。那么此次事件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在印度公布该机坠毁事件的照片之前，有一位目击者曾经用手机拍到了该机坠落前的情景。从画面上看，这架米17威武当时已经着火了，可见它不是直接撞山的，而是在空中着火之后，飞机最终因为失控而坠毁的。那么这里就可能有2个问题了，一个是飞机质量存在问题，发动机可能发生了严重故障，将相关的系统打坏，造成漏油，从而失火。当然，失火的原因除了发动机的问题，是吧？油路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所导致。但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其最终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起码可以确定，空中失火是导致这次坠机事件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可能跟飞行员关系不大，但是跟维修保障应该说脱不了关系。该机是俄罗斯研发生产的一款比较先进的中型运输直升机，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还是比较好的，很多国家都采购了这款直升机。因为这款直升机性能不错，还相对的比较便宜。实际上很多国家都装备了米17，但是真正发生事故的概率并不是很高。而且印度这个国家比较奇葩，它的摔机概率是非常高的。你像米格21战斗机列装几十年来，它已经摔掉了一半了。根据当时目击者说这架直升机是从东向西低空飞行的，着火之后向北又飞行了100多米，最后撞在了一棵树上。据目击者称当时这架起火的直升机上跳下来2个人，其中一个是驾驶员，还有一个就是拉瓦特。那么拉瓦特和这名飞行员跳下来以后当场没有摔死，而是负伤了，但伤势相对比较严重。搜救人员很快找到了拉瓦特坠落的地点，并且将它放到担架上准备抬走。但是印军的救援措施非常不到位，整个救援过程耗时很长。当时头脑还相对清醒的拉瓦特还跟这些救援人员说过话，最终由于时间耽误的太久
拉瓦特死在了半道上。那么造成拉瓦特死亡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救援不得力。那么从几个方面呢，可以反映出目前印度军队在维修保障以及救援方面的严重缺陷。很多在边境地区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对峙的这些军人，其实呢不是死在战场上的，而是被冻死淹死的，因为印军的救援能力不到位。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印度的这位国防参谋长就是个倒霉透顶，运送遇难者遗体的汽车又撞了山，又再次导致人员的伤亡。虽然我们要相信科学，但是这次事故确实是有一点不可思议。其实呢，如果说这位印度的最高军事将领在这次事件中呢走了霉运，其实呢过去他还是一直顺风顺水的，因为他的升官之路走得比较顺畅，而且呢他也遇到过另外一次直升机坠机事故，但是他没死，只受了一次轻伤。几年前他还是当军团司令官的时候，曾经乘坐一架印度自己生产的猎豹直升机到某地视察，结果这架直升机刚刚离地升空20米就坠毁了。由于高度不高，拉瓦特从直升机里爬出来了，仅仅受了轻伤。但是这次事故虽然他比其他的人好像运气更好一点，在低空状态下他从直升机中跳出来了，最终呢没有躲过死神的安排。对此我们对这位印军最高将领的死亡表示遗憾和慰问。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